各位朋友，现在在我手上的就是三星最新的中阶主力 Galaxy A57。那这代最大的重点主要有3个。第一，受益于更强的处理器 ，A 系列首次加入了夜间录影降噪演算法，进一步强化低光的拍摄表现。第二，你看 A57更薄也更轻了，整体手感来得更好。第三，最重要的是，三星下放了更多 AI 功能到 A 系列了。但最重要的好消息是，这一代 A57终于也支援 eSIM 啦，出国上网明显更方便。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，三星这次重点强化了 A57的相机表现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三星先前在主镜头就已经用上了 1.56分之1寸 IMX906 感光元件。以中阶来说，硬体其实给的不错，算是这2年三星在同期当中主镜头拍照表现都还不错的最大功臣。而今年最大的重点就是新一代的 ISP， 也就是影像处理器登陆了 Exynos 1680，三星也就顺势强化了 A57的相机表现。最显性的地方是，大家上手的第一时间应该就会发现 A57的相机界面明显更加流畅了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好，你看画面上，过往中阶机在切换镜头的时候，因为 ISP 的效能有限，所以会在切换过程中加上一个模糊特效，去等待镜头完成切换。而随着这次 ISP 升级，你看 A57在切换镜头的时候没有模糊特效了，它不用等待，就可以在主镜头跟超广角之间完成切换，这也就是高阶机种常说的无缝切换功能。除此之外，三星也把新的 ISP 拿来提升拍摄能力，比如说 A57首次加入了夜间降噪录影算法，让 A 系列除了拥有 VDIS 进阶防手震之外，在低光录影的时候，也可以透过即时降噪算法来获得更好的画面表现。那不只是录影，这次在拍照上，三星也加上了 AI 分区最佳化的算法 ，AI 会自动辨识画面上的内容，并且给出每个区块最适合的画面处理。这些我们实测的时候再来聊。那除了相机升级之外，第2个重点是，你从画面上就可以看到，最左边的是 Galaxy A55， 接着是 A56， 以及最新的 A57， 明显越来越薄。在受限于国际法规，电池已经顶满的前提下，三星最近可以说是瘦身最有成的国际厂代表，从2年前的213克降到去年的198克，今年直接做到了179克，整整减掉了34克。重点是厚度更从 8.2mm 直接降到了 6.9mm， 所以今年拿起 A57的时候非常明显，手感好了一圈。那最后一个重点，同样是受益于新一代处理器，在效能和算力都提升的前提下，三星下放了更多的 AI 功能到 A 系列专属的 Awesome Intelligence。现在在 A57上面，不只可以做到路人消除的 AI 物件橡皮擦， Google 统一分发的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，以及 AI 最佳脸部表情这些三星招牌的功能。今年三星也再次下放了 AI 语音转文字以及 AI 通话智慧助理2大进阶功能，而且同样可以做到通话录音哦。我们等一下详细聊聊。对了，三星这一代也再次放大了 VC 均衡板的面积，进一步强化散热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总之，今天就是要来实测每年的定番，没意外，又是台湾市场的中阶销售量之王 Galaxy A57 实际表现究竟如何，以及同步推出的 A37。但我们今天的实测主要还是会以 A57为主，一次从外观、相机、效能、续航、AI 以及选购建议完整聊聊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我们还是先从外观看起，但是外观我只讲重点，不浪费大家时间。今年 A57在外观上最大的改变，就是三星在镜头模组上不只采用了渐变透色的新设计，也跟上了自家 S 系列相同的双层镜头环，整个家族感更加鲜明，并且相比起去年相机几乎全黑一块，今年我最喜欢的是我手上的浅蓝版本。这个浅蓝机背搭着渐片镜头，整个比例和质感明显都好了不少。而在用料上，三星 A5X 系列最近都给的不错。今年的 A57在正反两面同样都用上了成本更高的康宁大猩猩 Victus Plus 玻璃，搭配上更加细腻的雾面金属装框。那前面就有说到，这代的 A57轻薄了一整圈，
以一支 6.7 寸无线环时手机来说，整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。统整一下，今年在外观上的重点就3个：第一，正反两面都用上了康宁大猩猩 Pictus Plus 玻璃；第二，镜头改成质感更好的透色渐变，中框改成雾面金属，并且机身轻薄，手感很好。那最后还有一个小惊喜，就是这代的防尘防水性能从 IP67 进一步提升到了 IP68 防尘防水。基本上三星在外观用料上都是该有的都有，不用太担心。而在机身配置上，按键都在右侧，并且延续了 A 系列经典的 Key Island 设计，按键区块会稍微凸起来，对于盲操作来说会更加友善。那重点来了，卡槽在机身底部同样给了双实体 SIM 卡槽，并且 A57 也正式加入了 eSIM 的支援，所以你可以选择要用2张实体 SIM 卡，1张实体加1张 eSIM， 或是全部都用 eSIM， 随你切换。那对于现在大家常常出国旅游的需求来说，有 eSIM 真的明显更加方便。随后，今年 A57 同样采用线性马达，在震动上会更加利落，算是中阶的加分项。不过预设的系统震动强度比较小，建议在设定中自己调大，整体回馈会更加稳定明确。接着，我们来看手机现在最重要的影音娱乐。A57 这是用上了已经非常窄的窄边框设计，无论是对比 A55 还是 A56， 在视觉质感上肯定都来得更好。但是底部受限于萤幕封装，仔细看的话，还是会比其他3边来得稍微宽一点点，但整体观感肯定比以前4边等缩来得更好。而在规格上， A57 同样采用 6.7 寸 Full HD Plus， 并且拥有 120Hz 高萤幕更新率的主流规格，但是在用料上，从过往的 Super AMOLED 变成 Super AMOLED Plus 萤幕，差多少我们稍后详细来测。并且这块萤幕同样可以做到 Always On Display 永远显示，系统也自动调节更新率，做到省电。接着我们就来详测这块萤幕的实际表现。如果要说 A5X 系列有什么隐藏看点，那肯定就是这2-3年，身为三星的亲儿子，萤幕其实都给的不错，在表现上常常一个不小心，直接超越很多品牌的高阶机种。那今年经过我们实测 ，A57 的这块萤幕的确有所升级，在强光全白画面下，最大亮度同样超越官标的1200尼特，达到1232尼特，并且在 HDR 峰值亮度上 ，A57 同样挺猛，实测超越官标1900，来到2125尼特，并且在高亮度下没有明显色偏。那内行的朋友就知道，我们还要来看 HDR 10%面积 ，A57 今年居然突破2000尼特的表现，这块萤幕以中阶来说，依旧是无憾等级。重点是，三星同样给了 Vision Booster 的演算法，在高亮度和低亮度下，系统就可以根据显示内容给出对应的调整。接着，我们来测色域色准。三星同样提供了鲜艳和自然2档色彩模式，那我全部都测了，直接讲重点。如果是在意色准的朋友，请优先选择自然模式。三星的萤幕是具有一定色彩管理功能的，系统会根据你显示的画面讯源，自动对应 sRGB 色域以及 P3 色域。经过我们实测，在 sRGB 当中 ，A57 可以达到 99.3% 的 sRGB 色域覆盖，成功做到色域限缩，并且身为三星的亲儿子，色准也很猛。这时候的 CCT Delta 1只有 0.65， 这个数字小于2就已经是够准，小于1就是顶级色准的意思。那我们来看更严苛的 sRGB 平均色彩 Delta 1，A57 同样可以达到 1.67 的高水准，这个数字一样是小于2，就是很优秀的意思。最大 Delta 1 3.17， 而在 P3 之下，因为系统限制，我们只能初步测试 A57 可以达到 99% 的 P3 色域覆盖，做到色域限缩，而且在 CCT Delta 1的准确性上也非常猛，只有 0.91， 达到小于1的顶级色准。整体来说 ，A57 这块萤幕不管是在亮度、色域覆盖，还是在色准表现上，就算跟高阶机种对比，都还是稳稳的第一梯队。接着，我们来看很多朋友关心的效能。我们同样接到了正式版，并且可以正常收到官方 OTA 通道的 A57， 交代清楚。硬体上搭载的是三星新一代4奈米制程所打造的 Exynos 1680处理器，搭配上 12GB 的 RAM，
以及 256GB 储存空间。今年还有 8+256 到最高 12+512 多种版本可选。不过更重要的是，身为三星 A 系列的当家机种，三星同样给 A57 保证6次大版本以及6年安全更新的诚意更新年限，一路可以从 Android 16更新到 Android 22，中间做到6+6年还是挺舒服的。那我们就先来看处理器。从架构上来说，今年 Exynos 1680主要的提升落在多核效能、AI 效能以及 ISP 影像处理器上面。ISP 的部分，我们到相机段落详细解析。我先把 CPU、GPU 以及 AI 效能讲清楚。首先，我会说这代 CPU 主要提升多核性能的原因是，从架构上来看，上一代的 Exynos 1580采用的是一颗 2.5 GHz 的 A720 超频大核，3颗 2.6 GHz 的 A720 大核，以及4颗 1.95 GHz 的 A520 小核。而这一代的 Exynos 1680则是用上了相同的一颗 2.9 GHz A720 超频大核，不过在 2.6 GHz 的 A720 这边，从3颗提升到了4颗大核，最后搭配上3颗 1.95 GHz 的 A520 小核，所以我们可以预期这代 CPU 在单核表现上应该会差不多，因为都是4奈米 2.9 GHz A720 的超频大核，那也就可以想象，在单核决定上线的软体，比如说原神，表现应该不会拉开太多。但是在多核效能上，因为变成了1+4，总共5颗大核的加持，多核效能应该会有所提升。那我们就来快速验证一下。我们先来跑 Geekbench 6， 可以看到 A57 拿下单核1399分，多核4522分。就如我们先前预测，单核跟上一代差不多，提升了 2.7%， 但是在多核表现上就有着将近 16% 的明显升级。如果你是跨代升级，手上拿着 A55 的朋友，这代 A57 的单核提升超过了20%，所以在系统流畅性上肯定更胜，多核更是有着 31.7% 的大幅提升。那这个多核表现也从去年大约888的水准，来到了已经大幅超越 A Gen 1的表现，但是肯定是比当年 A Gen 1更省电。而在 GPU 部分，这就更有趣了。Exynos 1680的 GPU 采用的是三星新一代基于 AMD RDNA 3架构所定制的 GPU， 型号是 Xclipse 550。我们就直接来实测 3D Mark Wildlife。可以看到，三星再次大幅拉了 GPU 的效能一把。A57 拿下了6276分，对比 A56 有成 22.3% 的明显提升，对比 A55 的提升更是超越了 60%。所以统整一下 ，Exynos 1680的 CPU 单核差不多，但是 CPU 多核以及 GPU 都迎来了升级，并且这一代三星也更新了 AI 需要的 NPU 效能，从 6K Mac NPU 换上了 8K Mac NPU。虽然在效能上还是跟旗舰有所落差，但这也让三星可以下放更多 AI 功能到 A 系列专属的 Awesome Intelligence 上面。我这边快速整理一下。首先 ，A57 同样支援了 Google 统一分发的 AI， 像是 Gemini 语音助理，以及我很推荐大家开始使用的 Circle to Search 搜寻圈。那今年的 A57 搜寻圈也正式进化，比如说你看到好看的穿搭，只要圈一下，然后选择相似款式。你看，全身的衣服、配件 ，AI 都会帮你找出类似的款式。又或是去国外看不懂菜单，只要拍起来，启动搜寻圈，按一下，直接整张翻译。又或是在路上听到一首歌，想要知道是哪一首，启动搜寻圈，按下音乐符号 ，AI 就帮你听出来，非常好用。而在三星自家的 Awesome Intelligence 部分 ，A57 同样支援好用的 AI 消除功能。例如拍照的时候有一堆路人乱入，那只要按一下 AI 按钮，然后选择物件橡皮擦，你就可以把路人圈起来，然后马上消除。那经典的消除反光以及消除阴影的功能当然也没少，比如说去动物园拍照，结果玻璃上都是反光，那就来去除反光。你看玻璃上的反光消失了一大半。那还有好用的消除阴影功能，比如说拍文件给客户的时候，难免会有阴影。我们按一下去除阴影，你看文件就清楚了。那这次还加入了2大非常实用的 AI， 第一个叫做文字通话。首先，在电话 App 里面，我们打开文字通话功能，然后语言选繁体台湾。接着，比如说有快递打电话给你，但你不方便接电话，
那你就可以按下文字通话功能 ，AI 会帮你把快递说的话转换成文字呈现在画面上。那你这边也可以用打字的方式回复快递说，把包裹寄在管理室就好。那重点是，现在 A57 也可以做到通话录音哦。那第二个功能叫做语音转文字助理，比如说你在开会的时候多少会录音，然后回去整理，那现在不用这么麻烦，你只要先设定好语音转文字功能，然后开始录音，然后当你录音结束的时候，你看 AI 就会自动在背景完成转换，并且可以转换长达3小时的音档，并且不只是逐字稿，系统还会帮你辨识现在是谁在说话，然后标记出讲者1、讲者2。三星这一块其实做得很好，因为这种服务很多都要收费才会好用，三星内建在系统里面，而且功能蛮完整的，其实很赞。对了 ，A57 同样支援先前介绍过的 AI 自动剪辑、AI 最佳表情、AI 编辑建立、AI 滤镜、AI 智慧选取、AI 朗读这些功能。并且三星也清楚标示，画面上这些列出的 AI 功能都是在本地完成运算。比较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的最佳脸部表情更好用了，以前只能在动态相片模式下才可以调整脸部表情，而现在连拍的照片也可以使用。按下编辑，选择更多 ，AI 就会自动侦测，并且弹出最佳脸部表情，你就可以事后重新选择喜欢的表情喽。那除了 AI 之外，我知道很多人选三星是为了三星生态系，像是耳机、平板、手表、Good Luck 以及好用的 One UI 8.5 这些软体功能，这些就可以参考我们先前的开箱影片，不再赘述。讲完效能，讲完 AI， 接着我们来测游戏。首先来测效能测试软体原神，那因为原神璃月最近画面有小改，数据不能跟前面的代数对比，所以我们也重新测试了一次。在连续玩半小时之后 ，A57 拿下了平均 40.5 FPS， 实测最高温落在机背，大约43度左右。那就如同我们所预料的，原神的上限与该世代的单核峰值有明显关联，所以表现就跟去年 A56 非常相近，但还是有着 4.1% 左右的帧数提升，多少也跟尺寸更大的 VCGN 版稳定散热有关。接着我们来测崩铁中画质30分钟 ，A57 拿下平均 46.3 FPS， 实测最高温大约落在44度上下。可以看到，为了应付崩铁 ，A57 整体温控明显比过往宽松。对了 ，A57 也知道了新版游戏控制中心，整个逻辑清晰直觉许多，并且 A57 也延续了这几代的隐藏亮点，就是身为中阶机种，三星居然同样给了旁路充电的功能。打开并且接上 PD 充电器，系统就可以绕过电池，直接对着主板供电，进一步降低手机发热，也可以延长电池寿命。接着我们来测续航 ，A57 同样采用5000毫安时电池，经过我们实测，在 Full HD 120Hz 模式下 ，A57 拿下13小时30分，基本上与上一代落在相同级距，主要影响应该是这次大核多了一颗。如果对比 A54、A54、A52S 这些旧世代机种，三星从采用新架构的 A56 开始，续航就已经有一波提升，整体应付一天一充还是没有太大问题。而在充电部分 ，A57 同样延续了最高45瓦的有线充电，实测半小时就可以充66%，1小时充88%，总共耗费72分钟完整充满，基本上就是三星45瓦的正常水准，所以跟 S 系列的45瓦相同。A57 的45瓦同样会比 Pixel 10 Pro XL、iPhone 17 Pro Max 这些常规国际版的旗舰机种都来得更快。生物安全辨识上 ，A57 同样采用了白光发暗的光学指纹以及脸部辨识解锁，速度基本与过往相同。而在连接上，根据我们实测 ，A57 可以连上6 GHz 的 WiFi 6E 网路，并且在 NFC 上，除了支援 Samsung Wallet 感应支付之外，同样可以做到最好用没有之一的 Samsung Wallet 悠游卡，对于学生跟通勤上班族来说都很实用。最棒的是 ，A57 也支援了好用的 NFC 门禁卡，真的方便。
最后来看相机，今年的 A57在相机硬体逻辑上基本相同，同样藏了5000万画素的主镜头，并且用的是1.6分之1寸的 Sony IMX906 感光元件，搭配上1200万画素的超广角以及500万画素的战略性微距，正面也延续了1200万画素的自拍镜头。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，同样受益处理器的 ISP 以及 NPU 升级，三星在 A57下放了2大进阶功能。首先是三星强化了 A 系列在低光下的录影表现，我这边提供一组样片让大家参考。那第二个升级点是，三星正式下放了基础版的 AI 即时语义分割演算法。AI 会自动辨识画面上的物体，并且给出最佳化的画面处理，例如人脸的地方进行 HDR 增强，衣服的地方增强细节，背景的暗处强化降噪等等，根据画面给出最佳的演算法。而在拍照模式上 ，A57同样保留了独立夜间模式、手动拍照的专业模式，主镜头也能做到5000万的高画素输出。比较值得一提的还是录影，虽然 A57同样维持了最高 4K30 的录影规格，但是同样可以用到基础版的专业录影模式，这在中阶机种当中还是比较少见。虽然丰富度跟旗舰系列还是明显有差，但至少可以用到手动峰值对焦功能，更容易拍到一些有趣的画面。除此之外 ，A57同样支援超稳定动态摄影，在光线充足的环境下获得稳定的录影画面。那推荐在户外开启，因为使用的是超广角镜头裁切做到稳定。那接下来我也准备了自家前代的 A56 以及 A55， 有要换机的朋友可以参考。那同时我也借来了同步推出的 A37， 一起来玩一下样张大乱斗。我这边提供一段 4K30 的录影对比给大家参考。最后在音效上 ，A57同样拥有双喇叭，并且支援 Dolby Atmos 杜比全景声。以下帮你也提供一组对比让大家参考。节目也来到了尾声，关于入手 A 系列最划算的方式，我们已经讲过无数次了，可以参考我们先前过往 A 系列评测。总之，先决定你要搭门号还是走空机，在不同的时间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买法即可。对了，除了 A57之外，这次三星也同步推出了 Galaxy A37，如果是预算有限的朋友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，我们也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带来最多实测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帮你团队没测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关于更多新机讨论，也欢迎加入邦尼社团，或是已经超过4万位版友加入的三星专属讨论区，一起参与更多新机话题吧。最后，节目最后不易，还请大家多多支持，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，赞助我们完成更多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。我是驴子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